一个砍柴樵夫，目不识丁，却只因为《金刚经》里一句“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就敢从岭南一路北上，直奔黄梅东禅寺，去见了当时的禅宗扛把子五祖弘忍，张口就是老子要成佛。更离奇的是，这个出身卑微、经书都读不全的慧能，不仅拿到了象征禅宗最高传承的衣钵，还写出了压过全寺高僧的偈子，这确定不是爽文吗？哈哈。可是，一个连字都不认识的人，怎么能读懂《金刚经》？或者说听懂？五祖弘忍又为什么会把衣钵交给这样一个人人看不起的人？六祖慧能的故事，真正可怕的地方，不是他逆袭成功，而是他几乎只靠一句佛经，就把自己原本注定的命运整个掀翻了。今天我们就从他最穷、最卑微、最不可能成佛的时候开始，看看这个靠砍柴活命的人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五祖面前，最后成为禅宗六祖的。故事要从唐朝贞观年间那个最偏僻、最荒凉的岭南，也就是当前的广东云浮开始说起了。那时候的岭南，你看过去年的电影《长安三万里》或者《荔枝转运》也就知道了，在北方精英眼里就是未开化的蛮荒之地，而慧能就出生在这。云浮更是可能有些人都没听过的小地方。然后他的开局命格也是令人绝望。3岁时，当官被贬的父亲病逝，留下他和老母亲相依为命。唉，对的，岭南之地通常就是中国古代当官被贬的流放之地。王阳明是被流放到广西那边了，更惨啊，岭南至少还有荔枝吃呢。所以说叫中原嘛，像什么岭南人啊、广西人啊，在古大陆文明体系下就都是些什么未开化的蛮夷，经济支柱又早早挂了。就他老爹，那慧能怎么混饭吃啊？当时的他每天的工作就是提着一把破斧头，钻进深山老林，砍柴、挑柴、卖柴。在那个时空下的他的命运原本就是写死了，和无数的普通人一般，像一棵杂草一样在山里出生，每天用体力换取那1、2升糊口的米，最后悄无声息地消失在山沟里，消失在历史长河中，溅不起一朵浪花。改变其实发生在一个极其平常的下午，慧能卖完柴，在集市的一家客店门口数着那几文钱，屋里传出了一个客人的诵经声，那人读的是《金刚经》，正好读到那句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在那1秒钟，慧能的脑子嗡的一下，哈哈，他不识字啊，但是他能听懂啊。虽然说不出道理，但他那颗没有被冥象污染过的心，直接产生了剧烈的共振，说明这个人是真的本来就有灵性。他推开门问那个客人，你读的是什么？客人告诉他，这是黄梅五祖弘忍大师传授的《金刚经》。在经过更多的言语交谈后，也就是了解了佛是个啥之后，目不识丁的慧能立即就决定了要去找五祖弘忍。知音啊，估计慧能在砍柴、挑柴、卖柴中，也是不通过文字就已经体悟到了点什么，才会去下这么大的人生转变。没钱，安顿好母亲，带着别人资助的10两银子就出发。路远，跨越3000里，翻越大庾岭，跨过长江，一双草鞋走了1个多月。当这个满身汗臭、黑不溜秋、操着一口谁也听不懂的岭南土话的穷小子，终于站在黄梅东禅寺，面对禅宗当时的最高领袖五祖弘忍时，弘忍旁边的僧人都看傻了，这丫是来干嘛的？哼！弘忍为了试探他，劈头盖脸就是一顿羞辱，你是獦獠，也就是未开化的野蛮人，怎能成佛？他其实是在用当时的共识在进行筛选试探。在那个时代的逻辑里，成佛需要学历，需要背景，需要戒律的累积，很明显慧能是都不具备的。但慧能的回应直接跳过了所有的关于佛的冥想偏见，直击内核，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辽参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弘忍心里咯噔一下，这小子是个天才啊，居然还点出了我是在以相取佛。呵呵，行吧，有点悟性可以踏入这个门了。当然先把他踢到后院挑柴担水。慧能被分配到了最脏最累的岗位，舂米房，每天的工作就是劈柴、舂米。因为太瘦了，身材还矮小，体重根本踩不动那个巨大的舂米堆。整整8个月，他就在腰上绑了一块重重的大石头，增加负重，一下一下，用石头的重量强行带动机器工作。唉，而前院是几百个高僧在锦衣玉食的讨论经文、研究逻辑，也就是理政。而此时，佛门扛把子的大选开始了。五祖弘忍老了，这不仅仅是选个方丈，这是在选那个能背得起千古大命的人。他给全寺700多名高僧出了道大题，每个人去写1首偈子，也就是感悟摘要，谁悟透了，衣钵就给谁。
这时候，所有人的目光都锁死在一个人身上，神秀，也就是小说中那个天选之人龙傲天。神秀是当时的教授师，是大伙公认的接班人。他博学多才，逻辑极其严密，放到现在就是清华北大毕业的佛学专业公认的学术大牛。他在长廊里徘徊了4天，前后后写了10几次，最后他趁着半夜没人的时候，偷偷在南廊的墙上挂上了他的毕生功力佛法总结：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神秀这首偈子好不好？好极了，它正是修行者的黄金准则。身体是树，心是镜子，既然镜子会落灰，那就得天天擦拭。这跟王阳明的致良知其实是同一的道理，典型的渐修逻辑，稳定踏实，适用于普罗大众。呵呵，全寺的人看了都觉得稳了，五祖弘忍看了也点头，让大家照着念。但弘忍心里明白，神秀还没进门，他还在门口打转呢，因为他的偈子并没直指人心，揭开佛门的核心。此时还在后院舂米的慧能听见一个小和尚在念神秀的诗，他一听，瞬间就抓到了那个逻辑漏洞。慧能不识字，他甚至提不动笔，但他有一颗最纯净的，没有被任何名相污染过的心。他请人在神秀那首诗的旁边写下了那首足以让整个禅宗大地震1000年的名句：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首诗一出来，东禅寺的空气都凝固了。神秀在说有镜子，有灰尘，有我，有烦恼。慧能在说无，既然本来就是空的，你上哪儿找镜子去？既然本来就干干净净，那灰尘往哪儿落？哼！差距在哪？差距就在于空。佛门的核心其实就是一个空字，真正顿悟者方能知我佛究竟是想说什么。其实就是这个世界是虚拟的，假的，是像素点，而你们都他妈当真了，这就是顿悟。哈哈，神秀还在玩命的修那个空，而慧能直接就空了。五祖弘忍看到这行字，心里又惊又怕。惊的是他终于等到了这个绝世天才，怕的是这首诗太狂了，会给慧能招来杀身之祸。弘忍二话不说，脱下鞋子，当众把慧能的诗给擦了，还骂了一句：也没见性吗？真见我佛者，可不能被这些满心贪嗔痴的想成佛的人给干死了。当晚3更时分，弘忍悄悄来到后院，他看到慧能腰间还绑着那块石头，正在月色下机械的舂米。弘忍问：米熟了吗？慧能回答：米早熟了，就差筛选这一步了。五祖用禅杖敲了3下米堆，背着手走了。慧能秒懂了那是3更见面的暗号，你看这悟性，呵呵。半夜，慧能进入五祖的卧室，弘忍用袈裟把窗户遮得死死的，怕外人看见。他为慧能讲授《金刚经》，讲到那句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时，慧能脑子彻底炸了。真传只需要1晚，朝闻道夕可死也。成佛又不是9年义务的读书，成佛也不是一种技能的累积历练，成佛就是成佛，佛很明显是修不来的。五祖郑重地把象征祖师地位的木棉袈裟和紫金钵交到了这个不识字的樵夫手里。从现在起，你就是禅宗6祖，但你得跑，立刻跑，因为会有无数的人为了这只碗想要你的命。这一晚，慧能背着那只沉甸甸的木碗，消失在漆黑的林海里。果然，第2天一早，东禅寺炸锅了。几百个僧人听说衣钵竟然被一个岭南白寮抢走了，全都气红了眼。他们提着棍棒，骑着快马，漫山遍野的追。讽刺的是，他们追的不是佛法，而是那只碗，那个代表权力和正统的龙头棍。跑得最快的是一个叫慧明的僧人，他出家前是个4品将军，武艺高强。他在大庾岭追上了慧能，慧能看躲不过去了，直接把那件袈裟和那只紫金钵往石头上一扔，大喊一声：这衣钵是用力气就能抢走的吗？慧明冷笑一声：老子当兵的时候什么拿不动，老子跑得比你快，刀比你利，力气比你大，所以你手里的衣钵就该是我的。哼！他冲上去，伸手就去抓。诡异的事情发生了，那只轻飘飘的木碗和那件衣服就像长在了石头里，像是重达万斤。慧明使出了吃奶的劲，憋得满脸通红，那衣钵竟然纹丝不动。看着那只拿不动的碗，慧明那谷子将军的蛮劲，杀人犯的狠劲，抢夺者的贪劲，在一瞬间全部碎了。唉，他全身发抖，扑通一声跪在慧能面前，冷汗顺着额头往下流。他大喊：行者，行者，我是为求法而来的，不是为了这件衣服而来的，求你教我。慧能就在山头给这位将军讲了一课：不思善，不思恶，
正与魔识，哪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意思就是不要想你现在的行为是对的还是错的，就在这一秒，就在此时此刻，你到底是谁？这句话瞬间就如同棒喝一般将慧明给问愣了。那一刻，他没有将军的身份，也没有和尚的身份，他甚至连名字都忘了，进入了顿悟的契机。当然，后面的追兵还源源不断。慧能当然是当着当机的慧明的面，背起麻袋，头也不回继续跑路了。慧能一路向南，钻进了岭南最深、最密的大山里。他做出了一个让所有想修佛的人都绝望的选择，他混进了猎人队。哈哈，一位已经顿悟的、都有果位的佛，不去传法，不去继续修，而是跑去当了猎人。这不就像你已经在一张纸上解出了量子力学，但是不去发表，反倒是当成厕纸用了。在猎人队里，身份彻底归零，没有人管你是不是六祖。在那群粗人眼里，慧能就是一个会做饭的哑巴。猎人们让他守网，他就趁人不注意把动物放了；猎人们让他劈柴，他就安安静静的劈。这是不是让你三观都震碎了？修不该是到深山老林吗？至少也得是禅房吧。但其实这叫保任。真正的觉悟不是在禅房里做出来的，而是在最嘈杂、最血腥、最不讲理的环境里，还能守住那个不入冥相的觉知。而慧能整整在猎人队里藏了15年，15年，他在等什么？很多人问，为什么是15年？为什么不早点出来？因为这也是一种修，只不过类似于王阳明的在世上磨练。真正的佛倘若只能在禅房中成就，那就都是伪佛。15年后，时机到了。慧能已经彻底在真实的观行中证悟了《金刚经》的所言不虚，他才出山。广州法性寺，阳光刺眼，两个和尚正在辩经，他们对着旗杆上的幡旗争得面红耳赤。是风在动，风吹，所以幡才动。不对，是幡在动，风只是媒介，没幡你怎么知道风在动？就在这一地鸡毛的逻辑博弈中，一个穿着破烂、满脸风霜的流浪汉走进了寺院。他看着这两个陷入享誉迷宫的杠精，淡淡的抛出了那句终结千古争论的核弹：不是风动，不是幡动，是你们两个的心在动。呵呵。这一刻，全场寂静。那个在猎人队里吃了15年肉边菜的樵夫，出世又是王炸。其实我想的更多的是，谁真能耐得住这种寂寞？达摩的9年面壁，慧能的15年不问世事，狠人就是狠人啊，哪像当今物欲横流的时代，内心的浮躁啊！5秒一个短视频冲击着心神，都可能还不觉得爽。哼！在法性寺剃度后，慧能正式开启了六祖模式。他弘扬的核心思想其实只有一句话：佛法不在经书里，而就是在你的心里。以前的佛法是精英版、打怪升级修炼版，而慧能推行的是直指人心版。别盯着外面那些泥塑的佛像或者3000佛经看，盯着你那个能感知、能思考的觉知看，认出了它，那你就是佛。成佛不是攒积分换奖品，不是慢慢修，只要你那1秒钟撤掉冥想，认清了这世界是场清醒梦，那你就能瞬间满级了。这叫自信本自具足，你本来就是佛呀，为啥要到心外求？而这是中国思想史上最伟大的一次阶层平权。在慧能之前，禅宗是贵族和高阶知识分子的品味，而慧能直接把佛给开源了。佛法在世间，不离世坚决，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也就是生活即修行。慧能告诉大家，如果你心里还挂着贪嗔痴，你把头磕烂了，经验穿了，也只是在修佛，而不是成佛。真正的觉醒不是让你脱离社会去当个活死人，而是让你在最琐碎的生活里保持那个不入戏的清醒觉知。他把禅宗从象牙塔里拽了出来，塞进了每个老百姓的碗里。晚年的慧能回到了他的出生地新州国恩寺，临走前，他做了一个震惊世界的决定：一波到我为止，不再传了。唉，为什么？为什么要毁掉这个代表最高权力的龙头棍？因为慧能看透了人心里的那个漏洞。那件袈裟和那只碗本来是佛的象征，结果却成了贪婪的诱饵。几百号人为了这只碗去杀人，去争抢，去玩命，这说明冥相已经盖住了实相。慧能的意思很明确，我的代码已经开源了，人人手里都有六祖坛经，既然人人都能直接成佛，那还要这根龙头棍干什么？宗教之所以能凝聚人，靠的是信息差和仪式感。六祖确实是解放了思想，但也拆掉了禅宗的向心力，后来演变成了一花五叶，虽然看起来繁荣，但实际上是分裂和混战。从此以后，中国人的诗、画、茶，甚至做人的风骨，全都有了禅味。
公元713年，已经古稀之年的慧能，坐在新州国恩寺的禅堂里，坐在他出生的那片土地上。3岁丧父，卖柴糊口，南逃北往，隐居猎人队。这一辈子如走马观花。这位不识字的绝世天才，他只留下一部六祖坛经和一具不腐的肉身，然后他就轻轻地走了。